好，现在全世界都在聚焦的大事就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了欧洲的访问哦。那他这一回这个中欧三巨头的聚首，习近平跟马克宏还有冯德莱恩的会谈呢。那现在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就是俄乌战争啊，因为这个马克宏很希望说这个俄乌战争能够赶快停止哦，避免影响到接下来7月份的奥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主办权，那主办权是他们的啦，就不要影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哦。那我们看看他们当中还有讨论到贸易的问题，他说现在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哦，呼吁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应该有一些公平的这个规则。那冯德莱恩也提到了，他说中国跟欧盟在和平安全方面有共同的利益，那也决心要遏制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哦。那他当然这个立场上面过去一贯是如此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习近平的回应，他说北京哦始终是从战略的高度跟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大陆跟欧洲的关系。那现在当今进入到新的动荡变革期，陆欧双方哦应该要坚持伙伴的定位。那他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因为美国一直在讲说什么中国产能过剩，所以他就借由这样子一个在这个欧洲发言的一个机会哦，他就提到中国大陆并没有产能过剩啊，中国在新能源开放竞争当中哦，是真的练就了新本事，其实是很内卷的一个市场哦，而且大家是很拼的做出了很好的产品。他说，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的需求角度哦，其实都不存在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欧应该透过对话协商来处理经贸上面的摩擦。你不能说，好像我打不过你，就是像美国的讲法，我打不过你啊，你产能过剩哦。其实人家讲真正产能过剩的是什么？是美国焦虑产能过剩哦，你太焦虑了，你一直产出太多的焦虑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克宏跟习近平哦，他们现在也有被分析讲说，是不是处于2场战争边缘的帝王呢？这当然是美国媒体这样子说。他说啊，在电动车啊、什么白兰地啊，还有乌克兰的问题当中哦，感觉好像这个马克宏跟习近平的晚宴应该不会太有趣吧？就赶快唱衰一下。那另外他们还讲说，这个马克宏恐怕难以面对中美找到平衡点，因为他好像现在在夹在中美之间哦，觉得好像马克宏很难取得平衡。但是这样子的讲法好像也跟事实上面也没有啊，感觉现在马克宏也蛮倾向就是站在这个美国的另一面，因为他一直觉得说美国你一直在背后算计我嘛，所以这可能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观点哦。那再来，中法现在积极的在斡旋俄乌战争，这也是现在全球最瞩目的。习近平跟这个马克宏坐在一起，因为如果只有马克宏一个人呼吁，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但是当中国大陆现在在世界上的一个底气来跟法国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讲说现在希望能够赶紧是不是能够这个战争停止啊？那他也提到了，他说中国不是危机制造者，马克宏也非常肯定哦。那中国大陆不会出售任何的武器向莫斯科提供任何的援助。那马克宏说，对于这样的承诺也表示欢迎。那中方也提到了，他说对于乌克兰的危机呢，其实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中方不是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参与方啊！被美国讲的好像一副是中国大陆去打乌克兰一样啊。那他说，所以中方就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来甩锅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那也希望呢，这是最大大家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巴黎奥运为契机哦，倡议运动会期全球停止战火，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哦，能够得到更多的现在目前有这个争端的更多的国家的呼应跟回应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广的一个报道，他说马克宏的期待，习近平的企图，谁的胜算大一些呢？他说马克宏希望利用这一次跟习近平的亲近接触来巩固个人的关系哦，在外交经济上面也获得一些进展。那到底应该要如何来看待呢？纽约时报讲说，根据他的分析，虽然习近平有意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松动欧洲跟美国的密切关系哦，去建构一个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所以他这一次呢出访包含了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这3个国家，他们或多或少跟这个美国在战后建立的秩序哦，都好像有一点摩擦跟冲突，所以中国大陆要去抓这样子一个机会，但是好像这个观点有点太美国观点了，因为其实这次邀请的也都
都是这个法国跟这些国家，他们主动希望跟中国大陆去建立关系哦。但总之，反正就是美国一直在释放这样子的一个唱衰论。那再来，我们最后看一下马克宏哦，现在他也跟中国大陆的一些车商建立战略合作的关系。法国的财长也释放善意，说希望比亚迪能够到法国来设厂哦。甚至马克宏也订立下了这个接下来2030年底要生产200万辆电动车跟这个混合的动力车。所以现在看看这个中法之间，这个中国大陆也有回应啊，说也乐见法国的农产品更多出现在中国大陆的餐桌上头，甚至空巴的订单也已经准备要在这个跟法国再下订50架左右。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呢？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啊。这个美国是靠苏联的恐怖，透过北约来控制欧洲这些国家啊，你们的安全我要帮忙，你们要防范俄罗斯的侵。但是欧盟国家他自己要做生意啊，也要赚钱吃饭啊，所以这两个就产生一个矛盾现象。你说欧洲是不是每个国家都要听美国的，跟中国不来往？德国肖兹不是跑到中国大陆去了吗？马克宏也去了嘛，习近平又回来了嘛。那很多国家他自己一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必须要赚到自己的这个商贸上的一个财富嘛，国富才能民强嘛。所以这个现象就变成什么？经济面每个欧洲国家都希望跟中国大陆有联络。前一阵子才反悔的意大利不搞一带一路，现在新的那个总理又要去访问中国，你去访问中国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拿这个生产过剩倾销啊，这个是很无聊的话题。包含我们台湾以前大量的买美国外销的农产品吧，中国大陆也是你第一的购买国吧？那你不是生产过剩，我怎么能买呢？你不可能说自己不够吃就卖给我吧？对啊，商业本来就是互通有无嘛，你怎么能说我生产过剩就不能卖呢？难道说我生产没过剩，我要饿了自己肚皮卖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个东西啊，美国的自由贸易国际规则打今天美国自己的行为，所以马克宏也讲一句很无聊的话啊，你这个生产过剩有妨碍了国际贸易的这个行动，那你去问问 WHO、WHA 他们的联合国当初怎么规定的？有没有说你生产的东西太多了我不卖？法国现在也看到，它的汽车已经在全世界市场越来越小。我们30年前看了菲亚特啊、Opel 这些法国车，雪铁龙，现在没有了。台湾很少看到。那现在这个电池也是中国大陆专利，这个电动车也是中国大陆专利，他能够放弃这个商机吗？他不可能放弃嘛。所以你看德国也是一样嘛，德国虽然是世界名牌车子，但是它也要走电动化，所以这个东西啊，关系到大家的生计啊，没有不那个的，俄罗斯那个俄乌战争啊，现在也不会停，因为俄国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乌中本来60%到70%是俄国人，以前就是俄国的，所以我看俄国一定要打到相当的程度啊，然后投票民族自主投票就变成中立国家，这个目标达成，俄乌才会停火。好，来请教黄老师。习近平去法国，他还跟冯德莱恩等于还有马克宏3个一起谈，这个我们在台湾常常讲说1打2嘛，对不对？因为马克宏跟冯德莱恩他们立场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好歹他们都是从欧洲出来的，而且我相信他们2位在见习近平之前，应该也都有一些这个讨论啊，他们要跟习近平怎么谈，而且从事后的新闻看起来的话，好像冯德莱恩比较扮黑脸，感觉是这样子。那马克宏在那边就可以扮他的白脸了。那这是谈判常见的一个手段了。那中国大陆当然也不会陌生就是了。那但他们3个人只谈了90分钟，包括一些口译啊，所以能谈的我觉得不会那么的多。就像我们过去看到，譬如说什么王毅跟苏立文一谈什么8个小时多少的，不会那么的深入啦。
但是他们谈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个1打2啊，也表示了中国大陆它确实急于在跟美国关系一直没有好转的情况之下，要拉拢跟他矛盾比较少的欧洲的一些伙伴啊，也就是说，我跟法国这些朋友有些矛盾了，但是我跟美国的矛盾更大，都快不是朋友了。那我当然要跟法国还是要维持一些关系了，所以才会有这样1打2的情况出现了。而且他们1个半小时里面谈的东西，从战略安全到经贸，到绿色，到产业链，到数位化，还有包括双方的公民社会的往来等等，那更不用讲还有俄乌冲突、以巴战争。你说90分钟谈这么多，根本点到为止吧？我在想，但是这是一个概念，应该说一个框架性的、一个指导性的谈话。后面当然他们后续的这些相关的工作阶层的官员应该会接下来继续往前走。我也注意到习近平他的谈话里面呢，他特别提到说，中国大陆跟欧洲应该是不针对、不依附啊，而且他还提到了说，双方呢不应该受制于第三方。那第三方很明显就是讲美国了嘛，啊，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到这边再一次的跟欧洲说出了他自己认为中国大陆跟欧洲应该有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目前冯德莱恩的态度还是说，你要给我公平贸易，包括你的钢铁产能过剩。他也说你应该要谈我们的互惠入市，你应该要有这个公平的啊，然后不能有一些这个歧视性的作为。最后他也说，还有就是说你应该要体谅我们欧洲的产业链的韧性，也就是说我要去风险，我不一定会跟你中国都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冯德莱恩还是黑脸了，不过双方的关系至少在这一回合没有恶化的迹象。好，来请教玉芳委员。我们要了解马克宏现在的处境啊。那6月的时候，欧盟就要选举，啊，他们选出他们的议员出来。目前看起来，在欧洲极右派啊，民粹的极右派大胜的可能性很高。比如像法国那个马林雷朋，他的这个政党声势就很高啊。反观马克宏自己所属的时候，复兴党声势并不好，啊，搞不好选个第3名了。所以马克宏现在要为他自己的政党要添一些柴火，所以他要表现的就是说，这个像一个大国的一个领袖，即使对中国大陆他要很强硬，对俄国很强硬。所以他前阵讲说，他这个如果要出兵乌克兰的防线被突破了，那他们是不排除，而且如果乌克兰总统提出要求啊，法国不排除派军队去。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欧洲的这个外籍兵团的100个人已经到达这个乌克兰了，已经加入这个战争了。他就要表现出他有那种不仅是法国领袖，甚至在欧洲他有他的地位。所以你看出他要谈乌克兰这个问题，这就显示他强硬的态度。因为现在像英国就最强硬，在法国在这个欧洲国家里面，那德国呢是捐钱仅次于美国的。那你法国钱捐的少，那你要怎么显示你有能力、有勇气来对抗俄国的侵略呢？所以我觉得他表现是这样。其实有争议的东西都拿出来谈啦，我们看到大概都是有点硬碰硬的东西啦。但其实有没有柔和的一面呢？我讲一个好了。2019年，习近平访问法国，中共买了300架空中巴士。2023年，马克宏访问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再买160架。然后2024年这次去要买多少架？我昨晚上睡觉时还在猜，早上起来发现好像买50架还是55架空中巴士。所以这个就实质的利益嘛。对。中国大陆说我该要吵来吵，但是我是带着礼物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也不要吵过头嘛。所以这个每一个国家都要那个，但是为什么习近平选择要到法国尤其第一站呢？在欧洲里面，其实以前跟中国大陆来往最密切的国家是德国。所以梅克尔几乎每一年都去访问这个中国大陆，而且带着很多人去访问，企业界人士这些等等。可是现在看起来，因为有绿党的原因，他们的外交政策现在对中国大陆就没有那么友善了所以法国是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选择，所以他无论如何要跟中国大陆要把关系搞好，因为传统上法兰西民主也是比较愿意去对抗盎格鲁撒克逊民主的对抗英国人、对抗美国人的。他想
要求欧洲要走自己的路，欧洲要有自己的军队，这就马克龙讲的嘛。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就是要试着在美国用尽力量在打压他的时候，想办法去改善对欧关系。那这里面法国第一站就是表达他这个居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今天其实，在早晨的时候，大家想说啊，听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以巴战争要结束了哟？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巴勒斯坦的民众开心到，因为这个双方已经协商，哈马斯宣布同意停火了。我们直接看画面，巴勒斯坦人直接上街哦，开始庆祝哦，要讲说，因为这个哈马斯突然宣布同意埃及、卡达提出的这个停火协议，那以色列就是回应说正在研究这个停火的协议内容。所以哇，一瞬间加萨的民众觉得说苦日子要结束啦，然后大家都上街去庆祝哦，欢欣鼓舞的想说终于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但是变化就是来得这么快啊！突然之间，以色列说变就变，就说破局，然后呢，在数小时之内要来占领拉法。所以他们这个纳坦雅胡讲法讲说，因为哈马斯接受协议哦，没有满足以色列的要求，所以我们内阁一致决议继续在拉法行动。消息人讲说，哦，就这样这么快宣布完之后，人家都还在街上庆祝呢，他马上立刻展开了这样子的一个轰炸哦，所以让大家觉得说，真的是很难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会这么样的做法。那他这个以军的发言人讲说，现在因为呢这个哈马斯接受暂时停火之后呢，他们觉得就好像其中有诈，所以他们又继续他们的一个空袭行动，大概至少造成了又26人死亡。那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止境哦，本来是一个好消息的传出，但是转变的这么的快，以色列甚至还在全国这个响起了警报，就要所有的人呢就必须立刻停止，所有的行人一听到这个警报响起的时候，所有交通工具必须要立刻停止，然后人都得要站下来，整个以色列也陷入了疯狂一般哦。那纳坦雅胡甚至喊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以色列也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对抗敌人。就是你明明已经停火协议了，但是说变就变之后呢，还突然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内做了一连串的行动，除了警报之外，甚至还直接这个发了禁令，封闭了半岛电视台，所以便衣人员哦直接闯入。我们来看画面哦，这网络上面流传出来的画面，就说便衣人员直接的闯入到了这个半岛电视台位于东耶路撒冷的据点。那半岛电视台也发文谴责以色列，说：“你这是在强行关闭办公室，这是一个犯罪行为，侵害人权，这获取资讯的一个基本的权利哦。”那他们讲说没有，因为你就是为哈马斯喉舌哦，所以他就直接给这个半岛电视台贴上了这样的标签。那所以立刻这个频道马上就变成了黑画面啊，所以也就有一种中天的既视感就说关就关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现在对以色列也是很头痛，你看看。这个现在美国的毕业典礼哦，因为我们之前讲说他们都有一波的这个校园的学运，可是现在连毕业典礼大家都开始要准备在毕业典礼上面闹，就是说要来抗议，要闹给你这个拜登政府看。那他们说要来举巴勒斯坦的国旗、披头巾，甚至说直接离席，各式各样的抗议方式都在酝酿当中。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大学都在宣布说考虑要来取消毕业典礼，像是哥伦比亚大学就率先宣布取消毕业典礼。那当然，美国希望能够赶快镇住这样的一个场面哦。拜登赶紧打给纳坦雅胡30分钟的一个谈话，然后他就说，反对以色列出兵的一个立场哦。那白宫也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就是说我们现在跟这个地区的合作伙伴正在紧急的进行讨论。那我们也看这个习近平现在目前在法国的访问哦，他也是呼吁加萨全面可持续停火，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的会员，然后并且恢复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权利，重启两国方案来实现中东的永久和平这个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呢？这根本不可能了。美国现在因为什么？这个半岛电视台会把画面转出来，所以造成全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意，你这种战争屠杀、这种种族灭绝。可是美国的政府，不管是川普也好，将来是
这个拜登也好，拜登跟将来的川普都是支持以色列的啦。你什么打电话惺惺作态，人家根本纳丹雅胡不甩你啊。那你这边打电话劝有什么用？军火钱一直不停的给以色列。对，他国会里面批准的这种条款呢，就不受国会限制的资源都几十次了。所以美国支持以色列。那第二个，纳坦雅胡为什么有这么底气呢？环顾他周边没有一个国家比他强嘛，你都是靠游击队嘛，什么真主党啦，这个胡塞组织啦，这些都不是他对手嘛。所以他的战略目标，赶进加沙走廊的居民，杀绝这个巴尤组织嘛。他这个我从这个战争一开始我就看出这个战争的特质跟人家不一样嘛。他根本不想跟你谈和了，所以你那个和平协议他马上反悔嘛，是不是？已经到埃及的门口了，下一步把拉法解决，你们统统赶到埃及去嘛。当年犹太人怎么从埃及出来的，今天就把人家再赶回去。所以这个民族啊，无怪美国大学生还有一点良知良能抗议这个事情。这个东西美国政府根本跟他的民意没有办法，但是以色列民意什么？他是长期处于忧患的一个国家，四面八方都是阿拉伯人回教国家，所以他很容易制造出一个战争内阁，你知道吧？所以纳坦雅胡自己有恃无恐啊，他70%的老百姓还支持他继续打啊，所以他不敢进，他觉得这个恐怖永远不会停嘛，只有把你统统赶出去，我统治这个地方，我才有安全。所以纳坦雅胡是豁出去了，美国调停也没有用，中东国家也没有能力，伊朗也没办法挥兵打到那边去，所以这个注定啊，巴勒斯坦的悲惨的下场是可以预见的。好，我们来请教玉芳委员。以色列人就犹太人不要讲以色列人，在美国影响力太大。你去看华尔街，金融，你看媒体，好莱坞，对，国会里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Schumer， 他不就是犹太人吗？布林肯，还有很有名的 Bernie Sanders， 桑德斯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影响力真的是无所不在。而且这些很多的大学，为什么连哈佛大学校长都被赶走了？宾州大学校长也被赶走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些学校都拿犹太的富商捐了很多钱给他们，所以董事会最后不得不低头。像哈佛大学700-800个教授，那个老师们签名支持他们的校长，结果钱最大 ，money talks， 所以你还是要走路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有恃无恐的地方。另外一点呢，以色列是个多党的国家，在国会最少有1席的，那一共有13个政党，13个政党。可是呢，它有120席里面，纳坦雅夫的政党只有32席，过不了半数，还差得远呢。所以他就找了6个政党来合作，最小政党只有1席在国会。合作完了以后，他就变成72席，那就远远超过120席的这个半数了。那这些小党呢，大部分都是极端主义者，都是非常强硬的保守派，都是犹太主义者。那这些人不容许你纳坦雅夫随便可以推却，他被美国压力压得很大，他是有点想推却意思。2-3个部长都是来自这些小党的部长，跟他讲：你如果低头，我们马上离开；你一离开，你就变成少数党，你就不能再执政啦，你就要下台啦。所以纳坦雅胡也不敢，而且他呢，在国内形象其实也没那么好。要不然战前这次的加沙走廊战争以前，为什么那么多人上街头，就是要他走嘛？他要修法、修宪，要去保住他的权位，要这个改掉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是，所以人不喜欢他。那他现在就认为说，我坚持下去，至少以色列人有很多人是会支持我，因为现在反对纳坦雅夫人是超过1半，而且大概有70%人是希望和平的，不希望再有战争下去这样子。可是你没有办法，现在整个的问题就是这样降下去了。那他认为说，
我最后就 Rafah 就进去了，又大概哈马斯就被我消灭差不多了啊，没有消灭完，大概逃走了啊，要不然就转入地下，也不敢再冒出来了。那我就永远就控制了加沙走廊这一块了啊。那以色列终究会原谅我，因为我们把他们最恐惧的那个力量被我消灭了。所以那他现在只有向前走，过河卒子，他没有办法回头了啊。这个是对拜登来讲，他会比纳坦雅胡还紧张的原因在哪里？他本来是势必会当选，因为他身势往上走。那川普太多的官司缠身，所以他往下走。可是现在出现了这个加沙走廊问题，这么多大学生看不下去，同情这些加沙走廊这些人民，站出来以后呢，年轻人票就转向了，所以这个如果他要输，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原因。他希望在选举以前只剩下半年，选举以前把加沙走廊问题解决掉。那要解决，那就只有停火。可是他是不是一定做得到，也不一定。所以其实很感慨，今天本来一早听到消息，看到加萨人民已经在欢呼了，觉得说啊，终于有一场战争结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转折哦。我们来问一下黄老师。我们刚上一节讲到习近平跟马克宏见面啊，他们两边其实也针对现在这个以巴的状况提出了很清楚的声明。第一个就是他们还是希望任何解决都应该要按照两国方案。再来呢，他们也说他们反对以色列攻击拉法，因为拉法是加沙南边靠近埃及的最大城市，难民没有去之前大概有10万人，我现在相信人数绝对超过10万，而且里面有很多是难民。那再来，他们第三个说反对以色列强迫迁移巴勒斯坦的平民，所以大陆跟法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但以色列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主要刚才帅将军也讲了，其实他就是不要谈嘛，他就是要把哈马斯从根拔除。所以以色列知道哈马斯也可以逃到国外去，可是呢，至少在我以色列掌管的境内，我要让哈马斯几乎绝迹。所以这个停火协议出来之后，哈马斯勉强同意，但以色列呢，他不同意，而且就在我们录影的前几个小时，他又攻击了50-60个在拉法地区的目标，还有包括放了这些空飘的传单，叫拉法的居民赶快离开。那但是很好玩，就是说不能讲很好玩了，很吊诡是说，以色列还是派了他的谈判代表，他说我愿意继续谈判，所以一手拿着和平的橄榄枝，另外一手拿着利剑，继续向哈马斯，特别是拉法前进，这个是以色列的状况。那我必须要讲啊，我们在这个国际关系、国际法律，我们常讲一个叫做正义之战。那这一场以哈战争当然是哈马斯先挑起来的，但是以色列它有没有符合我们常常讲正义之战的这个做法呢？包括它是不是成比例的报复？因为以色列的人质被绑架了，确实死了一些人，但是现在以色列它的报复所死伤的巴勒斯坦的民众，绝对远多于之前发生的那一段时间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所以它是不是成比例，这已经很清楚了。再来就是它是不是有区别性的使用武力，也就是我是不是针对拿武器的军事人员，或者是拿武器的准军事人员进行攻击，而不是无差别的到处狂轰滥炸。那这是驿站里面第二个标准。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说驿站其实他说你要用战争的方式，真的也不是说不行，但是他要最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云芳。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大家好。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在金门这边哦，就是大陆的海监船再度进入到了这个金门的海域。那民众就讲说啊，现在可能看起来520之前哦，应该都会是一个常态化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画面。呼叫中国海警14608，中国海警14608，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你已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进入我国境限制水域，你的行动已经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国境限制水域，否则我将依法对你采取必要之行动。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海巡有公布这样一段影片哦，然后就说呢，这个是大陆有4艘的海监船，然后进入到了这个金门的这个水域哦，所以他们就随即对它广播处理。那大陆的官媒也有公布出来说，哎，这个金门海域已经没有禁限制水域了，现在福建的海警在这边常态化的巡查，然后等于说这已经显示出来，已经担纲起金门海域的常态巡查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玉渊谈天甚至还提到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海警的一个影片哦，刻意展现出来5星旗跟金门同框的一个画面哦，也是展现出来说，哎，他们说到做到啊，现在真的是常态化巡查执行当中。那昨天还有看到这相关的新闻哦，也让大家觉得说有点离奇，就是海巡署呢发现说，哎，我们的这个澎湖本岛大概0.36海里，竟然有一艘这个中国大陆籍的货轮，然后他们就赶快就冲过去了，就讲说，哎，怎么会离那么近呢？结果一到现场发现呢，怎么是自己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游艇哦，上面装了这个 AIS， 就是船舶辨识系统，所以他们就讲说啊，怎么会是装上了这样子的系统，就被误以为是大陆的船只哦，大陆的货轮哦，那就绿委就整个就崩溃了。昨天很多绿委在那边讲说，哇，这个是敌我难分啊，这是国安危机哦，所以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大，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安危机了。现在他们可能接下来又要讲说，哦，怎么又不可以用这种大陆制的产品了，可能又要再来一波抗中保台的节奏带起来。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在钓鱼台这边东海这里哦，日本 NHK 报道，2023年初截至到这个年底12月12号，他们发现到说，哦，因为这个现在中日关系的紧张升温，所以呢，大陆已经常态的这个巡航，就如同像是这个金门海域一样哦。那他们讲说这个天数哦有变多的趋势哦，本来2022年最高天数是336天，现在增加了1天哦，更多了，变成337天哦。还说呢，现在停留时间也更长，这个光是在2023的3月30到4月2号期间呢，就长达了80个小时，创下了新高的记录。那现在还有一些分析讲说，钓鱼台的状况恐怕也会是金门。就是会是金门的新常态嘛，因为中国大陆的护卫舰哦，就每天都会往钓鱼台这边，这个黄岩岛附近哦，这边来这个巡查哦。那进一步的，是不是可能会把这个远洋的醉耳小岛纳入管辖范围？那这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新现实。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哦，现在已经在这附近的海域哦，现在更加的展现出来，这个是寸土不让哦，就所有的他们所宣示的认为是主权的，现在已经不再会用一种退让的方式。为着是什么？因为现在在这个印太地区，美国的一个围堵是越来越强化了，所以当然中国大陆的回击也是更加的强烈。那我们来看看黄海这里哦，解放军的这个战机在国际水域，像这个澳洲的军方的直升机哦，发射了这个照明弹。结果呢，澳洲这边他们就表示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完整的内容啊。他说，这个澳洲的海鹰式直升机是澳洲驱逐舰霍巴特号上的一个舰载机哦，当时正在监测北韩是不是违反国际制裁，偷偷运这个违禁品，结果他就进入到了黄海。那当然，中国大陆会觉得说，这个地方黄海再怎么样也是这个朝鲜半岛跟这个中国大陆共同包围的嘛。那其实平常都是南北韩交界处的一个热点哦。那所以你这个澳洲来到这边，当然中国大陆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点跑太远了呀？所以也让这个澳洲跟中国大陆现在有一点点紧张。所以澳洲那边就讲说，今年可能习近平就不会去访问澳洲了，不知道这后续还会怎么样的升温哦。那菲律宾这边同样也是，美国好像也是跟这个菲律宾站在一块，说要肩并肩军演哦。我们直接来看画面哦，它这个幽灵骑士的这个炮艇机，它模拟了这样子的一些画面，他们就出动新一代的 AC-130J 的空中炮艇机，模拟对于中国大陆的渔船目标进行射击，然后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军在灰色地带冲突反制策略的关注。然而呢，这种做法可能也带来一些争议哦，可能会导致冲突更加升级哦。现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就说他们这样子是代表说你们将会要采取反击的措施吗？那这个
菲律宾的一些海警船也跑到了黄岩岛，中国大陆呢，他们就有一些对峙的反击措施。我们也来看画面因为他们进入到了黄岩岛的12海里之内。现在解放军呢，他们也有画面出来，根据他们的军事频道报名说的一个报道他就说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近期派出了一些巡逻船进入到这个12海里，所以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全力拦阻，用高压水炮迫使他离开。甚至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讲说，对菲律宾提出了5个停止，希望他停止散播假讯息，也不要再一直闯入这个南沙群岛跟黄岩岛来误导国际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周边也算是一个中美角力的一个延伸了。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很简单了，这个美国是在中国所有沿海里面就在惹是生非的在搞嘛那菲律宾的问题呢？这个问题你在美国的撑腰之下想搞一些事，但是我们看所有这个沿海的冲突都是一种软性的冲突。你比如说这个人家的飞机也好，船也好，用广播，人家有回应吗？没有回应。你能做必要的措施，能做出什么必要措施？就是今天我们在金门、马祖，自从近海这个治权被没收以后，就不存在了嘛。事实上，我们估量很客观的估量一下，金门能采取什么行动？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你的海巡艇跟人家的海巡舰吨位差的也多嘛。你会不会为了这个事情去引起真正的军事冲突呢？也没有，因为他的海巡船只在这边巡弋，并没有对来往的船只进行检查、扣留或者禁止，这些行为都还没有，所以我都称为这种叫软性的示威性的冲突，就是说在战争边缘以外还没有接触到所谓区域的冲突了，但是这个政治的姿态摆得很明了，就是说这是我的主权范围之内，因为都在中国大陆沿海嘛。最莫名其妙是澳洲给美国当狗腿子，跑去检查人家的这个所谓走私，你到黄海，你到我家内海来，虽然也是靠近北韩、南北韩，但你也没有道理跑过来搞这个名堂。今天设个照明弹那是客气了，对，今天把你击落或者是逼你回航，那更难看了。所以这个问题，你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我不相信会影响中国大陆跟澳洲的来往，因为毕竟这2个国家的经济的互补跟互需，澳洲也没有道理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所以这个东西在军事冲突来讲是非常小的事情。这个发射照明弹那根本没有伤害性，那个拿这个炮艇去打一条中国的这个模拟的中国渔船也是一样，这都是什么？不敢真正动手引起战争，又不甘心不表态，这是双方的作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海军也好，海巡也好，表现的还算蛮克己自治的，没有，因为你维护主权的话，对任何我的领海或者我的经济水域里面，我有权利执行扣押、拘留、没收跟击毁。那这种行为都没有表现，我觉得问题是政治上的回应了，尤其现在又迫近520了嘛。大家看看你赖清德的表态是什么样表态？那美国也很关心，美国也是再三要求这个赖这边要克制嘛。我的经验，美国是他要控制我讲他是个管控狂派，什么闲事他都要管一管。那么现在他最重要的乌克兰战场、以色列的战场，跟这些东西他都控制不了，都影响到拜登是不是选举会落选。所以这个时候还不至于轻易挑起中美之间的军事上的任何冲突。所以拜登的行为大概要维持到他选完。
那么选完川普以后是什么场面，我们就很难讲，因为将军已经觉得是川普会上了的，因为川普是造成全世界恐慌了，这个叫黑社会要提升保护费，所以日本赶快要跑去签约，我们赶把明年的约签一签。他的话也很站在商人的立场嘛，就是说你不交保护费的，那现在我们不要说看日本的笑话。将来要看看台湾要缴多少保护费，这个因为我们连保护费都说不上哦，没有条约啊。对。但是军火要买到什么程度？对，这是我们要看的啊。这个川普这个人是可变性太大。猜不透。好，我们来问一下玉芳委员。我觉得大陆的这个海警船在金马的禁限制水域这种航行啊，我个人认为它是常态化，甚至是永久化。就像他在钓鱼台所做，现在钓鱼台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大陆至少一艘海警船在那边环绕。日本的渔民在那附近捕鱼，他甚至去那边进行驱赶。好，那我们对我们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要怎么处理的问题了。那我刚刚看一下我们的海巡署官兵，其实我对我们海巡署的人员我是非常同情的。你要知道他们要巡航的这个海域有多大？台湾四周都是海而且呢，全世界也没有这种所谓的海巡署啊，就海巡这样一个单位，还要去守岛了。你看我们今天的东沙岛、今天的太平岛都是海巡署在守啊。因为李登辉的时代。他说要立下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把陆战队从这个东沙岛、太平岛都撤走了，海巡署在那边。你本来在海上做一些维持治安的这样一个动作的这样一个单位，就竟然跑到岛上去要守岛，又守海又守岛，这个在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有，所以我真的很同情海巡署的这些官兵啊，非常的辛苦了。可话又讲回来，我刚刚看我们刚才有一个海巡署的弟兄说。所以我们要采取必要的行动。如果你不离开的话，那刚刚帅兄也讲了，那我请问一下，你所谓的必要的行动是什么？你说吗？你要撞他吗？还是你把他击沉？对，驱离他如果不离呢？不离，那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所以这个是我讲这个话，绝不是说风凉话哦。我是替这海巡署的官兵觉得很辛苦哦。你真的要怎么做嘛？你上面敢下个命令说把他击沉吗？把他撞沉吗？你不敢了嘛，因为它不是一个小快艇，或是一艘渔船嘛，它是中共的海警船嘛。你要撞它过程中，它就无线电就找更多的，不仅是海警的船哦，搞不好连他们海军的船都出来了。那这个不是就在引发战争了吗？我认为即使民进党政府他大概都不乐见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爆发战争，离大陆这么近。离台湾这样的远，你如果在那个地方爆发这种冲突，不管大型的、小型的，你认为我们可以占得到便宜吗？很难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那对中国大陆来讲，这是个危险，也是个机会嘛。你刚好给我一个借口，你以前划禁限制水域，有的甚至划到我的旁边来了，我就忍了忍。你现在被我找到一个机会，我干脆全部都不承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未来，这个我只能说需要高度的政治技巧。这个不是治安的问题，这个也不是军事的问题，这个完全是政治的问题。只有两岸的政治的关系缓解、这个稳定之后呢，才有解了。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会持续下去。好，来问黄奎博老师。我先谈一下这个黄海这边的问题好了，因为澳洲他说。解放军的歼10战机对他的直升机发射了照明弹，这个是不专业，而且是不可以接受的。澳洲一直坚称说他是在国际的水域上面，但我还没有看到中共的反应啊。但是我会猜测，这个澳洲它应该不会那么接近北韩的领海，因为总是会造成一些比较大的争议。那领海再往外走有12海里的临街区。那这部分到底是不是澳洲飞机在飞行的地方，我不敢确定，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国际上任何公布的图像。
可是如果澳洲只要它往不管是辽宁或者是山东半岛的尖端那边移过去的话，它说不定就会被解放军认为说你已经进入到我的临界区，或者是临界区外面的比较接近的专属经济区。那当然，这个不是中国大陆自己可以管辖的。我说临界区跟专属经济区，但中国大陆或许国际法上这是有争议，但是是可以做的，它可以要求你离开。会不会是中间的沟通过程中啊，这个澳洲的直升机不管它就继续在那边监测北韩的一些飞弹或飞机的行动？那最后呢，因为我说过它的位置可能比较靠近辽宁或者山东半岛的尖端所以最后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机就射了一个照明弹作为一个警示。这个是有可能啦啊。不过在这样的一个状况，说实在，大家可能慢慢见怪不怪了。因为如果各位记得的话，在去年应该下半年吧，澳洲也是政府讲的不是小道消息讲的他说这个中共的潜艇对澳洲的潜艇用了什么超音波还是声呐，影响了澳洲军事人员在潜艇里面的健康。那我也不知道影响到什么健康，但这个是澳洲官方说的，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中国大陆跟澳洲虽然说你看起来好像隔得蛮远的，然后关系似乎在慢慢的恢复，对，但是在军事上面的这些矛盾，其实因为这个不是澳洲自己想要跑那么远去做嘛，因为我有一次我去澳洲的坎培拉，他的这个首都去访问，就看到他那个战争纪念馆，战争纪念馆里面有一圈墙壁上面刻着世界上很多的地名，不一定在亚洲，可能在欧洲，可能在非洲等都有。我就问导览的人员说，这些地名到底什么意思？他说，澳洲曾经派兵去过的地方。我说你为什么要派到那么远呢？他给我一个答案，就是说美国人。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包括前面两位前辈讲，其实很多就是美国希望澳洲去帮他看嘛。那当然日本也会执行这些相关的任务啦。所以我只能说黄海这个事情，它绝对不是特例。然后呢，它应该以后我们偶尔也会看到。那澳洲也不会松手，但是中国大陆，我想它也不会放松。将军要补充？我补充一下，直升机本身的侦照能力就很差，直升机只能做目视侦察，因为它带不了什么大型的电子征收的设备，这是第一个。那照明弹根本是 no harm， 比我们看个烟火差不多。至于澳洲讲那个声呐，每个潜艇都不停的对外要用声呐。第一个要看看路、地下水流、水沟，它反弹。这个也造成什么叫伤害啊？你澳洲的潜艇就不打出声呐吗？我不相信它在航行的时候都会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借口。就是什么不安全，他认为是不安全，事实上根本在我们军人来讲，这算什么呢？给美国有个交代就对了，所以就你要我去，我就用一个安全的方式。台湾也犯这毛病啊，那条误认为这个中国大陆传的绿媒的讲国安问题，你把国安弄得太小了吧？国安是这种解释法吗？国家的安全用这个来解释吗？所以小题大做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这个365天，人家巡航了337天，那等于天天在。那根本就告诉你，钓鱼台是一个没有人的小岛，在军事上没有军事设备的小岛，他为了宣示主权就下这么大本钱，那对台湾、金门、马祖，他不会搞吗？就这样变常态了。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他妈的，真的。